共20大后，中国的政经环境持续恶化，内部权力斗争日益激烈。从高层官员到普通民众，整个社会弥漫着对现状的不满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各方势力蠢蠢欲动，似乎都在等待着时机来改变这一切。那无论是在中共官场还是在民间，都处于一种压抑的沉默当中。而这种沉默之下，却暗藏着巨大的能量，随时可能会爆发。经过3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动态清零政策，中国的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失业潮、倒闭潮接踵而至，无数家庭陷入生活困境。中共不但束手无策，甚至通过更加严厉的社会控制手段来掩盖问题的严重性。然而呢，民怨的积累终将难以压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各种方式表达不满。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今年年初发布的报告中显示，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寻求庇护的中国公民人数呈现爆炸性增长，累计突破100万。这个数字的背后，是无数人在面对不公正待遇与恶劣生存环境时，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开故土的无奈。根据投资移民公司亨利 Partner 的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估计有超过15000名拥有10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中国富人移民到海外。这一现象不仅意味着资本的流失，更是对中共治理能力的直接否定。许多企业家和高资产人士因为无法忍受中共的高压政策与经济的不稳定性，而选择用脚投票。然而呢，也有一些人选择留在国内，等待时机起义。一位独立评论人士杜正透露，早在2022年，中国国内就有一个由文化商人、中层官员甚至警察组成的圈子，他们利用安全的通讯工具进行秘密讨论，尝试着向普通民众进行民主启蒙。这些人坚持非暴力不合作的原则，但是呢，也强调在关键时刻必须采取行动以改变现状。此外呢，还有一些人认为武装起义是唯一的解决之道。中共军队内部的腐败与不满情绪早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据透露，许多有思想的基层军官和士兵对现状极为的不满，他们认为中共军队的腐化已经是无法挽回，买官卖官的现象使得真正有能力的人得不到重用。两人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和苗华的相继落马，凸显中共内部的不稳定性。有消息称，一些军官正在等待2个时机：中共对台动武时，或者习近平突然间身亡，党内陷入混乱之时。中共的腐败无所不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无不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房地产行业崩盘，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以及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全面退化，进一步暴露了中共体制的无能与失败。在农村地区，农民面临高额税收与土地强征；在城市，普通工薪阶层则不得不为高房贷和低工资所苦。许多民众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是无法获得，怨声载道。今年年初，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军纪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维护习中央的权威，并且呼吁全军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同时，他还提到要推进反腐。这些话语表面上是针对军队内部的腐败，但实际上更多的是对军队不稳情绪的一种警告与安抚。中共的控制手段越来越依赖于恐吓与高压，但这也恰恰说明其内部的不安与脆弱。习近平执政危机已经愈演愈烈，经济20大后不到1年，习家军内部就爆发多起权力斗争，数十名高级将领与军工系统高层被查，其中国防部长魏凤和与李尚福相继落马，显示出其对军队的控制力正在减弱。而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的突然下台，更是让外界对中共内部的稳定性产生怀疑。这些迹象表明，中共统治基础正变得越来越脆弱。习近平集权统治虽然看似牢不可破，但实际上却是危机四伏。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剧。特别是经济衰退与腐败横行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共合法性正在迅速流失。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国内民众正在秘密策划行动，试图在关键时刻推翻中共的统治。无论是通过非暴力抗争还是武装起义，他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结束中共的专制统治，
实现真正民主与自由。中共的腐败已经是深入骨髓，无法挽回。每一个腐败案例的背后，都是普通民众生活的恶化与希望的破灭。而正是这种长期的压迫与剥削，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站出来，为自己的权利与未来而奋斗。中共的统治正在接近终点，历史的洪流将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那么除了以上所述，中共的腐败还导致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在许多地区，地方官员滥用职权，中饱私囊，甚至明目张胆地侵吞公共资产。比如，地方政府通过大规模征地与拆迁，剥夺农民的土地权益，而这些土地经常被转卖给开发商，成为少数人的私利。这种行为直接激化农村地区的社会矛盾，导致无数抗议事件的发生。此外，中共对资源的掠夺和不公平的分配也使得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名义之下，无数河流被污染，森林被砍伐，土地被过度开发，普通民众不仅承受经济压力，还要面对生存环境的恶化。在一些工业城市，空气污染达到危及生命的程度，民众平均寿命大幅缩减，而中共当局对此却是熟视无睹，甚至还对敢于揭露真相的环保人士进行打压与迫害。民众不满情绪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中共的合法性。尤其是在网络时代，信息的传播变得更加迅速和广泛。虽然中共试图通过严厉的网络审查来控制舆论，但仍有许多勇敢的网民利用技术手段突破网络封锁，将中共的腐败与暴行曝光于世界面前。这些行为虽然冒着极大风险，但却点燃了更多人心中的希望之火。在城市地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成为一个明显的转折点，许多中产阶级因为投资失败而倾家荡产，对政府的信任降至冰点。一些地产公司倒闭以后拖欠工人工资，甚至拒绝交付已经售出的房屋，导致购房者走上街头抗议。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也揭示了中共在管理上的全面失败。而在教育和医疗领域，中共的腐败更是令人发指。学校收取高额赞助费，医院索要红包成为了普遍的现象，使得普通家庭无法承担孩子的教育费用或医疗开支。许多基层医疗机构因为资金不足、设备老旧，导致许多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这种情况使得贫困人口的生活更加困难，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同时呢，中共权力斗争也在不断的升温，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矛盾日益突出。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断清洗异己，导致官场风声鹤唳。旅居英国中医大夫舒荣对周易研究很深，他在2023年年末就已经推算到，习近平2024年会成为众矢之的的，但他不会下台，而到2025年，习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他会失去权力，取代他的人可能是体制内的人，这个人会开始清除共产主义因素。英国预言家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早在对2025年进行预测时，说他在临界看到中国版图上笼罩着一股烟。帕克认为，这就意味着中国会爆发内战。他说，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的情况不太对劲，或许是生病了，或许是受到某种阻力。上报作者杜正认为，人们在海外热衷传中共政权倒台的预言或传言，这可能代表了一种民心或民意，包括那100万逃离中国的人。我们再来看一下美中关系的部分。美国总统川普的就职典礼于1月20号举行，就在同一天，中共党魁习近平也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川普宣誓就职几个小时以后，习近平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视频会晤。有分析认为，面对川普上台，习近平感觉不妙，才会有了这2个紧急会议，以商讨川普上任后如何应对。视频人陈破空指出，这是习近平在故伎重演。川普在第1任期想说服金正恩放弃社会主义独裁，走向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道路，让朝鲜融入国际社会。美国愿意帮他一把，前提是他要放弃核武器。金正恩本来跟习近平关系很冷淡，但习突然间把金正恩请到北京与大连，4次请到了那里，还叫王沪宁出马，不断劝说，还给了一车皮一车皮的物资，就是要拖住，不让金正恩跟美国总统达成协议，不让朝鲜拖中入美。
花了很大的力气，终于拖住了金正恩的后腿。后来川普与金正恩在河内见面，他们只谈了半个小时。金正恩当时交出一个清单，称已经销毁了核武器，按照习近平的建议骗美国。结果川普拿出一个清单往桌上一摆，说美国很清楚朝鲜有60多处埋了核武器，朝鲜把这些核武器销毁了再来谈。金正恩当场傻了，之后再也没有访问中国。现在川普上任要和普京谈，要解决俄乌战争，但却传出了2个不好的消息，一个是普京不愿意和乌克兰谈，另一个就是习近平在背后拖后腿。习近平会说服普京一起对付美国，并会以战争物资来威胁普京，连威胁带利诱来稳住普京。所以习近平用的是同一个招数，用对付金正恩的招数来对付普京。当年不让金正恩弃中投美，习近平成功了，这一回要不让俄罗斯弃中投美，看他会不会成功，川普会不会明白这一点。陈伯空提醒到，习近平背后有很多花招，不仅是斗争哲学，还有很多斗争轨迹，要阻拦川普的国际战略，所以川普阵营对此要有深刻的认识。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见。